美国海军第7舰队声称，美国海军陆战队的2架 F-35B 战斗机，2018年10月23日在东海上空进行了空中加油训练，出动了一架 KC-130J 空中加油机为 F-35B 战斗机进行加油。美军称这2架 F-35B 战斗机来自 VFMA-121中队，该中队在2017年初部署到日本延活基地。是第一个在中国周边城建设部署的美军第5代战机中队。那么，作为美军5代机数量上批量的 F-35，为何不在西太部署更多的 F-35A 和 F-35C， 反倒把作战实力最弱的 F-35B 最早摆在东海的第一线呢？笔者认为，首先，东海方向以加首纳为核心的陆地机场都在我方密集打击火力覆盖之下，一旦开战，第一岛链的7、8个机场没有一个能生存下来，都会被迅速的打掉而丧失战略价值。因此，若大量部署常规起降方式的 F-35A，只能成为最新的一批靶子，而美国人认为 F-35B 可以借助非常狭小的场地起降，不必依托专门的机场跑道，隐蔽性、灵活性和抗打击能力比较强，战时生存概率最高，所以优先部署。说到底，美国人已经把 F-35B 当成了美国版的空中李向阳。其次 ，F-35B 是 F-35的垂直起降版本，由于安装了2级对转升力风扇、3轴承旋转喷管、滚转控制喷管等，导致自重有所增加，所以航程和作战半径较基本型有所减少。但通过空中加油可以弥补短腿的劣势。近期美军战机在中国南海、东海附近频繁活动，美军的 B-52轰炸机频繁从关岛起飞后，经宫古海峡进入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或者从巴士海峡进入中国南海骚扰。这些 F-35B 似乎可以扮演前线接应者和护航者的角色。第三，现在作为美国航母上以正宗的5代舰载机面目出现的 F-35C 仍然在测试中，短时间内还不能实现批量替换现役的超级大黄蜂。而作为专门为5代舰载机研制的福特级航母又问题重重，这都阻碍的 F-35C 的部署速度。在这个当口，F-35B 居然充当了所谓最早部署的隐形舰载机的任务，在东海方向对我方施加心理压力。而且陆地上的 F-35B 和部署在美国2栖攻击舰上的 F-35B 可以通用，更可以海陆联动，减少地勤的麻烦。第四，日韩2国做梦都想在他们各自的2栖舰上早日部署 F-35B， 争取一步到位的实现拥有带隐身能力的固定翼舰载机，同时变轻型2栖舰为真正意义上的航母的梦想。美国人频繁在东亚操作 F-35B， 也是起到活广告的作用。美国人自然明白，用短腿和超重的 F-35B 去对付歼20，获胜的可能性基本为0。但是忽悠2个跟班，让他们在自动送上几百亿美元，则绰绰有余。近日在第1岛链琉球群岛附近发生了一件让美军异常失望的事件，因为此次事件的发生，美军想通过抵近飞行来施加压力的计划将完全被打破。为了对我国以及周边小国施加一定的压力，美军常常会出动自己部署在关岛基地的 B-52H 轰炸机，逼近我国相关海域以及某些小国的空域。10月15日，美军再次出动2架轰炸机，并试图让这2架轰炸机进入我国东海空域。在飞往我国东海空域的过程中，这2架美军轰炸机突然进行掉头，当时距离第1岛链琉球群岛仅有200公里的距离，美军的 B-52H 完全具备抵达该领域上空的能力。不过美军却选择掉头，美军的行为让外界表示不可思议。其实并不是美军想撤离，而是美军不得不进行掉头。据专业航空爱好者发出消息表示，此次美军轰炸机在逼近第1岛链琉球群岛的时候，出现了让美军意想不到的情况。在飞行的过程中，美军轰炸机的雷达和告警装置开始出现异常信号，意识到不对劲之后，美军轰炸机的飞行员并没有选
选择立即掉头，而是在请求了关岛基地指挥官并获得返航许可之后，才开始掉头返航。虽然美军飞行员在飞行的过程中并没有立即进行掉头，不过美军飞行员当时内心承受的压力并不小。在得知此次飞行员飞行的具体情况之后，美军指挥官作出感叹，表示之后如果再想出动 B-52H 逼近东海空域，将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情。美军表示，在经历过多次美军出动轰炸机的压迫之后，部分国家开始在相关地区部署了反制性的武器设备。在这些武器设备的反制性对抗之下，年代久远且不具备隐身性能的 B-52H 将成为他国的靶子。就在上个月28日，一架 F-35B 型战机在美国坠毁。据美国海军第7舰队官方发布的消息，美国海军陆战队2架 F-35B 战斗机10月23日在东海上空进行了空中加油训练，出动了一架 KC-130J 空中加油机为 F-35B 战斗机进行加油。美军 F-35B 在东海练空中加油。美军 F-35B 在东海练空中加油。美军称这2架 F-35B 战斗机来自 VFMA-121 中队，该中队在2017年初部署到日本延国基地，是第一个在我国周边城建设部署的美军第5代战机中队。F-35B 是 F-35 3个型号中的短距垂直起降版本，由于安装了2级对转升力风扇、3轴承旋转喷管、滚转控制喷管等，导致自重有所增加，所以航程和作战惯性较基本型有所减少。但通过空中加油可以弥补短腿的劣势。美军 F-35B 在东海练空中加油。美军 F-35B 在东海练空中加油。根据美国军事时报此前报道，9月，美国官员证实，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35B 战斗机在阿富汗执行了首次作战任务。CNN 说，以色列5月宣布曾使用 F-35进行过第1次战斗任务，但以色列没有提供任何细节。不过，就在上个月28日，一架 F-35B 型战机在美国坠毁。CNN 报道说 ，F-35B 型战机坠毁事故调查的初步数据显示，油管可能存在缺陷。美国随后要求所有 F-35停飞并进行检查。美军 F-35B 近期美军战机在中国南海、东海附近频繁活动。据报道，一架美军 B-52轰炸机8月23日从关岛起飞后，经宫古海峡进入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靠近燕园飞行一段时间后返回。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坚大校对此回应称，中国军队起飞战机进行警戒监视，并做好其他应对处置准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9月27日也就美国轰炸机飞过东海及南海海域回应称，中国尊重和维护各国依据国际法享有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但坚决反对有关国家打着航行和飞越自由旗号，损害沿海国主权与安全，扰乱地区和平与稳定。随着现代科技的不断发展，各种尖端装备也是随着的涌现出来，像隐形战斗机就属于其中的代表之一。这种飞机具备有隐形能力，能让敌方的雷达无法有效探测出来，所通常用于担当普通战斗机无法打击的防守严密的高价值目标。只是隐形战斗机的研发技术比较复杂，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也就只有中美俄3国装备拥有。相比于第4代战斗机，5代机的一个本质特点就是具备隐身能力，因此5代机的研发成本非常高，需要经过很长时间的测试，所需要的资金很庞大，并且即便是在装备了之后，需要维护战机的费用也比较高。就拿飞行1小时的成本来讲，就已经是很多小国所无法承受住的。美国是最先装备5代机的 F-22猛禽战机的造价高达3亿美元，就这还不包括其装备的各种武器和维护成本，而它飞行1个小时的成本是40万，而这笔钱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人员的费用以及战机自身的损耗。伯希和 Pilot 速干 T 恤男女户外服装短袖体能训练服运动休闲 T 后期修身衣快干2018下，经典纯色，深灰，男 L。广告：杜兰特夺冠，战靴功不可没。广告：
至于俄罗斯的苏57战斗机飞行1个小时的成本也并不低，尽管在隐形性能上面可能不如 F-22，但苏57的造价并不低，也达到了1.5亿美元左右，而苏57飞行1个小时的成本需要25万。最后再说我国的歼20战斗机，歼20战斗机在综合性能上面不弱于美军的 F-22战机，只是自从其面世以来，人们关注的最多的还是其发动机。的确，之前歼20使用的是俄制的发动机，但我们相信歼20终归会装备国产发动机的。歼20作为我国空军最为先进的战斗机，在性能方面自然是毋庸置疑的，而其飞行1个小时的成本大概在30万元左右。可尽管各国隐形战斗机的飞行成本如此高，但这一尖端装备所能发挥的作用也是不可估量的。拥有隐形战斗机是几代人的梦想，许多军工人员日夜奋战，为的就是有一天可以让歼20翱翔在9天之上。